朋友们好，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欣赏两颗花色极美的大花丽格海棠。这种大花丽格海棠，它的花像玫瑰花一样漂亮。这种重瓣的大花丽格海棠是海棠花当中的极品，可以看出来，它甚至于有一些像山茶花那种重瓣的山茶花，但是呢，它养护起来要比山茶花要容易一些。那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养护大花丽格海棠，并说一说养护大花丽格海棠的3个不同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刚刚把它从花店里买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时期大约有1个月到2个月之间。这一段时间呢，这个花的状态是最好的。花店呢已经给它们配好了肥土，所以呢它们会自然开花，你只要呢给它浇水就行了。浇水呢也要注意，因为它是肉根的植物，假如那一天下雨了，你给它淋了雨呢，就不用再多给它浇水，要防止呢它烂根。除此之外呢，只需要给它足够的光照就可以。海棠花呢喜欢阳光，但是呢它也不能被暴晒，所以最好呢是让它放在户外，可以拥有半日照的地方。比方说从早晨6、7点钟一直照到中午11、12点，这样是可以。但是过了中午以后呢，最好呢就给它们遮阴了。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是已经养护了它1、2个月以后，你发现呢，它的花开的没有以前勤快了，叶子呢也没有那么葱翠了。这个阶段呢，大约也有2个月左右。这个时期呢，就要给它补充花肥了。像丽格海棠这样的植物，给它补充普通的商店里买到的那种簇花的花肥就可以。对于丽格海棠来说呢，在6月、7月、8月它都会呢开花，所以这个时期呢是它的花期，簇花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给它补充磷钾肥非常好。这个是第2个时期要做的事情。第3个时期呢，就是进入到秋天了。我们大概呢都会在5月中旬左右买回丽格海棠这样的花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花正好是上市。那么第1个时期过了1、2个月，到了6、7月份。第2个时期再过2个月左右呢，就到了9月。9月份呢，天气开始转凉了，但是丽格海棠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生长时期。我们说海棠花呢有一些是秋海棠，其实海棠花它都是4季能够生长的，秋天它也适宜生长，特别呢是早秋时节。在像北美多伦多这个地段呢，早秋时节晚上呢会有一些凉，但是9月份还是可以把它放在户外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也可以给它补充磷钾肥，但是到了10月份就要把它搬到室内了，否则叶里面呢，它很容易被冻伤。同时呢，仍然给它补充一些比较淡的磷钾肥。到了11月，它的花呢会凋谢的比较快，感觉呢它的生长期过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仍然能够把它养得郁郁葱葱的，那你就给它施磷钾肥，给它促花。因为像我们这儿室内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，到了11月份，家家户户都打暖气了。那么从温度的角度来说呢，丽格海棠还是适应的。但是假如这个时候它的叶子已经长得不繁茂了，那就要给它施一些氮肥，让它呢多长些叶子，之后呢再考虑给它施磷钾肥，让它
花呢，能够在冬天盛开。丽格海棠是有可能在圣诞节前后开花的，只要呢你能够养护好它。那如果注意在11月左右给它养好了叶子，在12月初给它施促花的肥呢，另外再加上良好的光照，它就有可能在圣诞节前后开花了。这个就是丽格海棠在3个不同时期的照顾方法。那总结一下呢，就是第一个时期刚刚买回来的时候，不用给它施肥，给它半日照加上每天浇水就可以了。另外注意不要让它烂根。第二个时期呢，就是看见它的花开得不那么勤了，叶子呢也不是那么葱郁了，这个时候呢给它补充一些磷钾肥，仍然呢可以放在户外稍微有一些遮阴的地方，因为盛夏呢天太热了，所以呢需要一些遮阴。第3个时期呢，就是到了秋天，初秋的时候9月份仍然可以把它放在户外。像北美这个地段，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段比较温暖的话呢，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地段来决定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所有的花都是更喜欢户外的环境的，如果气温好就把它放在户外。在我们这儿呢，多伦多地区10月初就要考虑把它移到室内了。那第3个时期呢，就是要注意看到它的叶子和花都凋零了以后，在11月左右吧，可以再给它施一些促叶子促花的花肥，先促叶再促花。那11月如果养好了它，圣诞节它就开花了。总结完这3点，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养护丽格海棠的最关键的事情那就是说，如果你把它移到室内以后，给它浇水呢是不能从盆土上面浇下去的，一定要用虹吸的方法从下面让它吸水，只有这个方法呢可以保证它不会烂根。如果你从上面浇下去的话，那就100%烂根了。如果让它虹吸呢，一般来说它是可以能够安全过冬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养护的好，它在圣诞节能开花，说不定第2年春天还会开花呢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把这一棵看上去是1年生的丽格海棠养到了第2年，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欢迎你订阅、点赞与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